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马丁，这是我老婆。我们现在越南，今天带她来这个环境优美的乡村咖啡店，也可以称之为田园咖啡。现在这种类型的咖啡店在岘港的周边非常的火，在惠安就有一个这样的网红咖啡店。一会儿我会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地方和越南的咖啡文化。首先来说说为什么今天带老婆来这里。除了她喜欢来咖啡店以外，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，这就要追溯到1个礼拜前。那个时候，因为她感觉和我一起生活很累，所以想带着孩子回农村老家。从那时起，我就决定了做出2个改变。第一个改变就是在那次的视频中提到过的，每天按时做饭。第二个改变就是每天花2到3个小时的时间带她出去逛一逛、玩一玩。虽说是2-3个小时啊，其实就耗了整个半天。那么这样做的效果好不好呢？是否令她更开心了呢？其实效果并不明显，在第1天还可以，但是很快就没有新鲜感了。然后又发生了同样的问题，她又想回老家，而且还不止一次。为什么又会出现同样的问题呢？因为这出去玩了半天是牺牲了我的工作时间，出去玩了以后，每天的工作量还是要完成的，所以又出现了熬夜加班的情况。当然又会导致了做饭不准时，但是情况比以前还是好多了，因为我尽可能的保证准时做饭，哪怕不睡觉也要先把饭做好。但是总会有闹钟闹不醒的时候，因为这个熬夜了以后实在是太疲惫了。虽然这样做的效果并不是很明显，但是我还是在坚持带她出去玩。那么为什么还要去坚持呢？因为尽管效果不好，但是还是得到了我想要的结果，那就是她没有真正的把想回家付诸行动。虽然这样子做没有令她很开心，但是我的这个行动还是感动了她。毕竟她是可以看到我是真心的想来改变这个状况，改善我们的关系。但是这也不是长久之计，如果不能从内心深处做出根本的改变，不快乐的事情迟早会发生的。所以我还是要想一想更好的解决办法，希望大家也能够给一些建议。那么现在我来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地方。这个地方离岘港市区大概30公里远，位于岘港的西北方。这种咖啡店也是近2年开始火起来的。在惠安那边就有一个这样的网红咖啡店，比这里的规模要大一点。我们也去过，但是没有在那里喝咖啡，因为那里的人太多了，而且那个价格比较贵。那个大一点的网红咖啡店还需要买门票，每个人6万越盾，相当于10几块钱。而且咖啡的价格也比这个地方贵。这个地方的咖啡确实很便宜，一般的咖啡也就是2万越盾，相当于不到6块钱。这么美的地方，而且咖啡又便宜，确实是一个修身养性的好去处。而且对于年轻人来说，这里也是一个拍照的好地方。唯一的缺点就是离市区太远了，如果骑摩托车过来也需要个把小时，和惠安离岘港的距离是差不多。所以很多人会选择去惠安，因为在那里不光可以享受到田园咖啡，而且还可以逛古城。但是这个地方也比惠安那边要更安静一点。如果喜欢清静的朋友可以来这边体验一下，但是尽量不要选择周末或者节假日过来，平常过来的时候没什么人，所以会更清静一点。我会把这个地址写在下方的描述里面，大家可以用导航过来。但这个小咖啡店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它的厕所不是很方便，只是建了一个简易的厕所在田埂上面，然后老板用一些石块和砖头在田埂上面铺了一条路通往厕所，非常的窄。我这次就差点掉到田里面去，希望可以让老板改善一下。因为男生还好说，就地解决，但对于女生来讲就不太方便。但这个地方不只有这么一间咖啡店，还有很多都在这一块，大家来了之后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选择。那么现在来聊一聊越南的咖啡文化。其实在我来越南之前，我是不知道越南人喜欢喝咖啡的。在我来了以后，特别是在认识我老婆以后，我才知道越南人是太爱咖啡了，这已经是他们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了。那么越南的咖啡文化是起源于什么时候呢？是在19世纪80年代，法国人把咖啡树引入越南。但是第一棵咖啡树是1857年法国的传教士带过来的。而越南有些地方的气候和土壤确实适合种植咖啡，所以这也让越南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咖啡出口国之一。在早期的时候，咖啡还只是越南的官员、贵族和城市知识分子的奢侈品，后来才慢慢的在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中普及。100多年的沉淀，使咖啡文化成为了越南民俗文化中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。在越南的大街小巷
遍地都是咖啡店，所以在越南买什么最方便？咖啡肯定是其中之一。在越南约会，不管是和男生还是女生，最流行的方式就是去喝咖啡，而我们的习惯就是一起吃饭喝酒，所以这也涉及到一个文化差异。越南人认识彼此靠咖啡，而中国人认识彼此靠酒。然后在越南喝咖啡的男性比女性更多，但是女生也会经常跟你说去喝咖啡，而他们所指的去喝咖啡就是去咖啡店，但是去了咖啡店不一定喝的就是咖啡。像我老婆就是很喜欢去咖啡店，但是她很少喝咖啡，每次去就是喝奶茶或者果汁。所以在越南和女生约会也好，认识新朋友也好，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咖啡店，不要动不动就一起吃饭喝酒，等彼此熟悉一点之后再去吃再去喝。我们刚来越南的时候，一开始就请人家去吃饭喝酒，这通常会让他们感觉到有点突兀。而且据说越南的咖啡店数量甚至超过法国的咖啡店。另外，在越南有很多不同风格的咖啡店，第一种就是装修比较现代的品牌店，这种咖啡店通常是在商场里面或者繁华的街区。另外一种就是复古的有文艺气息的咖啡店，这种咖啡店一般在大城市比较常见。还有一种就是装修比较接近大自然的，这在城里也是很常见的，可以看到很多咖啡店都种了一些花花草草，甚至还有很大的树木。最后一种就是很小的一种咖啡店，就在路边或者很小的店面内摆了一些很矮很小的桌子和凳子，这种咖啡店在河内和胡志明很常见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如果大家有关于越南咖啡文化的更多信息，欢迎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分享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